你学中文很久了，为什么还是不会说？是不是很多话在你心里，就是说不出来？别难过，我是小月，我在杭州开一家小小的蛋糕店。今天我想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。我想先告诉你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真的不是。这不是你不聪明，也不是你没有好好学。放心吧，很多人都这样，我也这样。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上学的时候学了很多年英文，6年、7年，很多年，每天都有英文课。我会写，会读，也会做题。考试的时候，我考得还不错，老师也说小月学得很好。可是说呢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说。我心里有很多英文词，可是它们出不来。我的嘴好像不是我的嘴。后来我开了现在这家小蛋糕店，我每天做蛋糕卖蛋糕，很开心。有一天下午，店里就我一个人，一个外国客人走进来，想买蛋糕。他用英文问我：“这个蛋糕是什么？”多简单的问题！我想说，这是水果蛋糕，是我早上做的。可是我站在那里，脸红红的，一个词也说不出来。最后，我用手给他看是哪个蛋糕，笑了笑。他买了蛋糕，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家里很难过。我的猫小花坐在我旁边，我问他，学了那么多年，为什么我不会说？我想了很久，慢慢想明白了，不是我不聪明，是我听得太少了。你看小孩子，他们先听妈妈说，听爸爸说，听很多很多，然后才开始说话。没有人让小孩子做题，对不对？可是每个小孩子都会说话，先听再说。人都是这样学会说话的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：这几分钟你在做什么？你想一想。对，你在听，你在听我说中文。我说的很慢，你听懂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做的就是最好的方法。方法就是你怎么做一件事。你看，你不用书，也不用做题，你在用耳朵学中文。这条路就是对的路。那个时候我就换了方法。我的新方法很简单，就2个字：多听。听，多听，每天听一点点。太难的方法我做不到，这个方法我每天都能做。每天早上我做蛋糕以前，先坐下来，喝一杯水，听10分钟。手机放在桌子上，
10分钟到了，我就去做蛋糕。10分钟很短，所以我每天都能做到。听什么呢？听简单的，听得懂的。我听很慢很慢的英文，听小孩子的故事，听别人说吃饭，说买东西，说天气。太难的听不懂的，我不听。一个故事我听很多次，第一次我听懂一半，第3次我听懂很多，第5次我都听懂了。听得懂的东西才有用。我走路去店里的时候听，做蛋糕的时候也听，手在做蛋糕，耳朵在听。有时候客人少，我就在店里再听一会儿。每天10分钟就够了，别急，慢慢来。每天听10分钟，比一天听2个小时好。这就像做蛋糕，你不能一天做100个蛋糕，然后1个月不做。每天做一点手就会记住。学中文也一样，每天听一点，耳朵就会记住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变好，1天2天好像什么都没变。别急，放心吧，这就像一棵小树，你天天看它，看不见它长，可是它每天都在长。你的耳朵也一样。3个月以后，有意思的事来了。很多英文我不用想，一听就懂。又过了1、2个月，有的话自己就从我的嘴里跑了出来，我自己都笑了。他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都不知道。现在外国客人来店里，我可以慢慢的和他们说英文了。有时候我还是说错。有一次我说错了一个词，客人还是听懂了，我们都笑了。他还慢慢教我，我跟着说了1次，就记住了。说错1次，记住1次，别怕说错。说错就是在学。我的朋友 Leo 也在学中文，他也常常说错，可是他天天说，说错了，笑一笑，再说1次。现在他的中文越来越好了。说错不可怕，不开口才可怕。有时候我在家里对小花说英文，这是我的练习。练习就是1次又1次的做。小花听不懂，可是她不笑我，她只是看着我。说着说着，我就不怕了。所以你现在不会说中文，别难过，别急，先听，听简单的，听得懂的，每天听一点点。累了就休息，忘了就在听。耳朵听多了，嘴慢慢就开了。最后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今天我说了这么多中文，
你都听懂了，这就是进步。进步就是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点。你看，你已经在路上了。别急，慢慢来，我们一起走。